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掌心有三文，横财跳进门。俗语是传统文化中最贴近民间生活的一种。老祖宗将自己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，将老祖宗的文化智慧，甚至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，也都与俗语融合，总结成一句句脍炙人口的俗语，流传于后世。这些俗语不仅内涵深刻，而且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其中有很多俗语便是源自于老祖宗所总结出来的识人术。那么，这句掌心有三文，横财跳进门的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来看这句掌心有三文，横财跳进门的俗语中所提到的三文。所谓三文，指的便是掌心中的元宝纹、米字纹和井字纹。老祖宗认为，手中如果有这三种纹，就预示着会有横财和偏财入门。在中国的传统说法中，元宝是金钱的象征，民间的传统贴画中，元宝也是一个普遍的存在。一说到元宝纹，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联想到与金钱有关的东西。一，手有元宝纹，必定是富人。古人认为元宝纹是吉兆，一个完整的元宝纹必定是纹路清晰，外形端正，圆润有加。反之，若是凹凸不平，断断续续，则不是元宝纹。元宝纹的稀有，被古人赋予了象征财富的寓意，因此古人认为一个人的掌心如果有一个或者多个元宝纹的话，此人也必定是一个拥有正财和偏财的人。二，手中井字纹，财源滚进门。民间有手中井字纹，财源滚进门的说法。所谓的井字纹，就是像一个井字纹路的掌纹。古人认为井字纹属于运气纹，是一个人运气好坏的体现。此外，井字纹所处的位置不同，则有不一样的说法。尤其古人认为，井字纹在小拇指的位置是一种并不常见的情况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稀少，所以被赋予了富贵的象征。三，米字纹在手，富贵到永久。在相学中，米字纹称作金星纹，象征财富。在人的手掌中，米字纹一般由3条或3条以上的纹路交叉而成。米字纹可能会出现在手掌的任何一个地方，比如木星丘、水星丘、手指根部等等。所以每种米字纹的意义都不同。若米字纹出现在手掌中心，代表大富大贵，贵人运多；若米字纹出现在大拇指下方，说明男可娶贤妻，女可嫁贵夫，婚后运势更好。若米字纹出现在食指下方，说明此人头脑发达，具备领导才能，事业有为。若米字纹出现在无名指下方，说明此人成熟稳重，晚年名利双收。若米字纹出现在小拇指下方，说明此人口才一流，前途无量。世界上不会有2个人的手纹会是相同的，也就代表着世界上人的命运也就各不相同。通常财富多的人，手纹会出现一些显著的特征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富贵手相的分别是什么样的。一，手如干姜家道必昌。有些人解释成手就像干瘪的老姜，告诉大家这句关于描述财运的短语是什么意思。真正的解释，手如干姜，主要是说手的握力，干姜的阳气最重，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。在人体里，《黄帝内经》云：肝变动在握。出生的婴儿，骨若筋柔而握固，就是人的握力是从肝来的。肝为将军之官，谋略出焉，肝就像一位大将军，主意个人的谋略与做事能力。如果肝功能旺盛，那么这个人的手的握力必然大，而握力大的人也必然肝健旺。那么这样的人做事能力强，有勇气，敢闯敢拼，富于冒险精神，有勇有谋，敢为天下先，不畏艰难的韧性。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事业成功。二，巽区隆起，这个部位为巽位，风头之位。免费算命网 http://www.cc， 你有钱就代表你知名度会高，
隆起高的人一定能有获得钱财的。你可以看看同伴的手，看谁的这个地方高，就可判断谁的钱就多。完全可以以此丘的高低来进行财富的排行。如果发现自己的丘高，但却没有钱，不用担心这说法是错误。你努力创业，定可将你的财富排行推进到前列中去。亿万富翁的手上，此丘肯定发达隆起。此丘是祖宗风水之位，有风水的坟地的祖坟。此丘高隆，无风水的此是平的。平的人完全可以考虑移动一下祖坟的位置。3. 手中多财库，在手相中，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，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，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。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，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，其人的财运会非常好，很容易大富大贵。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，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，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。4. 印堂平隆，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位置，我们称为两个眉毛之间叫命宫，或者叫印堂。那什么叫深锁呢？就是那两个眉毛之间有很多的杂毛，或者很多的杂纹、也算或者受伤、刀疤，这些都是不可以的。就这个地方刚好我们叫命，就是代表你一生中的钱财、事业、婚姻顺利的位置。这地方要开朗一点，所以如果有杂毛的，请你马上要把它拔开；有纹路的，一定要想办法摸平。同时不要想烦恼事太多，太多就会出现皱纹。此地也不能悬针破印，那是克夫克子的标识。如果第一胎是个男孩，要注意化解他的灾难。5. 手心挖必兴家，手心在人体是劳宫穴，劳付出，宫地狱，该穴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此带动脾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，穴内的地部脾土未受其气血之生，反而付出其湿，如人之劳作付出一般。这是一处火穴，火在人体主心，在人类社会事务当中主前途，劳宫学家的人前途光明。心地善良，富于献身精神，在集体当中，劳宫学代表大领导，劳宫学家的人会得到领导的破格提拔与青睐。6. 手白肉软，手掌颜色白是福禄得财格，很容易便可以嫁到有钱人。如果手掌带血红色，这是辛苦命，要自己挨；如果是现暗黄色，代表嫁有钱人机会甚微。掌软有肉，掌软如棉是富贵格，如果手掌硬就与财无缘，难嫁有钱人。7. 掌心存水，你可做个试验，先把手伸直伸平，就是放在水平位置上，然后把杯子中的水倒在手掌中央，1分钟后观察留在手掌中央的水，看看有多少。水的多少代表你的财富多少，就是直接你的手掌，不要特别的去弯曲，就自然的放下去，完全是平的，没有肉的，中间没有陷下去，重点记着中间要陷下去便可以，最好是四周有肉，中间陷下去，这是最好，不能弯曲，就平平放这中间，能够倒水进去最好，倒水能够留得住，就是你这一生财库薄弱。我跟你讲，手掌平薄，他真的一生中没有财气，他很辛苦也赚不到，这才真的是可怜的。最好不管怎么样，你四周有肉，中间要凹下去，这就是你努力。人还是要努力，但努力的结果有收获，能够存到钱财。8. 有财运线，无名指根对着的一条是财运线，又叫成功线。如果有，无论做什么事都顺利又有钱。小指下竖直的线叫水星线，长而明朗，也代表财运线。9. 指长抓钱，大多数人们认为手指越细长越好看。一个女人如果拥有纤细修长的手指，财运通常不会太差，不用太过操心就能过上好日子。对男人而言，较小的手部和匀称的手型反而能带来大量财富。如果手部肤色微红，更是大富的象征。10. 三约纹，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，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。
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，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、钱财丰厚。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可以嫁一个贵夫，夫妻的感情稳定，生活条件也很不错。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，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。11. 祖臂纹。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，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，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，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，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。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，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。12. 钱财纹多。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，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，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，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。钱财纹越多越深，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，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，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。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。好了，今家讲讲手有玉颈纹，天生富贵命，注定一辈子大富大贵。在手相中，玉颈纹是一种寓意吉祥的线纹，不管出现在手掌中的哪个部位，都预示其人有不错的运势，不是事业有成，就是财运亨通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几天特殊的玉颈纹吧。玉颈纹在手相中指的便是井字纹，也是有福气的纹路，清晰明显为佳。当2个或者以上的玉颈纹出现在掌中巽宫上，并且呈现梯状，拥有此类手纹的朋友，大多是有福气之人，命中有吉星高照，总能够逢凶化吉，财运十分旺盛。坤宫或者离宫上出现玉颈纹，则此人大多出身富贵，从小锦衣玉食，一生不缺钱花，晚年可享子女之福。2. 你的感情线和婚姻线比较杂乱一些，说明你的婚姻方面会经历不顺，未来的工作会是很不错。3. 感情方面比较多坎坷，烂桃花比较多，凡事考虑的太多，导致你无法做正确决定，应该听从内心选择，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。当然了，除了上述所说的玉颈发财纹之外，其实还有这很多的发财纹路，而这其中最富贵手的16种奇纹，大家千万不能错过。1. 钱财纹多。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，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，常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，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。钱财纹越多越深，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，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，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。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。2. 偏财纹。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，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，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。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，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，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。除了工作之外，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。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，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，就更吉利了，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。3. 井字纹。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，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，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。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，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，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，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，这一生的财运亨通，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，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。4. 川字纹。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，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。从性格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，具有很强的能力。
从运势发展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，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，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，会过得很富贵。5. 三约纹。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，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。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，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，钱财丰厚。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可以嫁一个贵夫，夫妻的感情稳定，生活条件也很不错。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，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。6. 祖臂纹。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，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，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，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，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。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，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。7. 三财纹。玉管照神局。三财纹上的分明，一生时运可昌荣，主命与财主有气，一纹冲破便无情。天文感情线，人文智慧线，地文生命线是先天3大主纹，是掌中三财。这里说的三财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，3条纹身长清晰，没有其他杂纹。所谓三财纹，身家业广，治家必有一招先。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，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，因此三财纹俗称川字掌，并有男人川掌事业顺，女人川掌财博多的说法。10. 三峰纹。玉管照神局。三峰堆起巽离坤，肉满高如枣样圆，光泽更加红润色，家中金玉有良田。三峰纹指的是巽宫、离宫、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，像山峰一样。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，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，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。财在巽宫，官在离宫，禄在坤宫，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，更别说是3处了。11. 六宿纹。手相歌诀：六宿入掌中，处事好心胸，贫人成大富，谋直禄位丰。六宿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，天纹上面，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，又被称为偏财纹、禄合纹、异禄纹。如果在六宿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，相当于是一种辅佐，那更是锦上添花。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、创作线。如果六宿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，一直延伸到掌心，甚至到手掌底部，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。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，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，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。12. 玉柱纹。玉管照神局。玉柱纹从掌直去，为人胆智必聪明，更得学唐文，显现中年必病败公卿。女人有玉柱纹，富裕之外，只是要里外操心，有管夫治家的现象，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。有的玉柱纹部够长，没有穿过天纹，但是与天纹、人纹、地纹交叉，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形状，这叫做 M 字纹。有 M 字纹手相的人，通常学问高深，或者是创业富豪。13. 三奇纹。玉管照神局。三奇纹线无名指，一路分开3个纹，生在正宫并掌内，必作金门10路人。这3条纹并驾齐驱，形成树的形状，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。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，一生富贵，名利双收，能成大事。14. 千金纹。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。
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，超过了智慧线，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，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签字。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，同时还乐善好施，是一个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。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享，就要看此纹。掌终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一生享尽富贵荣华。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，必能早年就发达，前程似锦，家中财运滚滚，富甲一方。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，文欲千金直上加，设使少年人得，此前程富贵有人夸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脾气切不可暴躁，否则必冲毁前程。掌中有千金纹的人，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，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，前途不可估量。一生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财运不断，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富可敌国的人。但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。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，未来的财运会更旺盛。15. 祖弼纹。祖弼纹顾名思义，说明有此纹者根基不错，承蒙祖上庇佑，从出生就富贵，亦因得长辈之荫庇，继承祖业而发财，世世代代都是有权有势，一辈子不缺钱花。此手纹起于坎宫，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。掌中有祖弼纹的人，一生运势顺遂，属于富二代的手相。此类人的父辈财运非常不错，也容易受到长辈的青睐和庇佑。通常起点比别人要高，所以可以免去辛苦，就能有很好的条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这类人如果能够勤加学习，戒骄戒躁，时时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，一定能有一番非常好的作为。16. 宝镜纹。所谓宝镜纹，就是手中有圆形的纹理，一圈一圈城墙层层围绕，如宝镜一样握在手掌里。这种特殊的纹理十分罕见，是官印权威的象征。宝镜纹在相术中被视为财权的象征。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，大多胆识非凡，心思缜密，心胸宽广，处事手法非常有魄力，有大将风范，能够担任指挥官、武官、军事顾问等职位，命运不凡。这种纹理如果位于乾宫、坤宫以及兑宫3个手掌区域内，则正财相当稳定，步步高升。命中还会有不少的偏财出现在其他掌宫上，则意味着会从事律师、咨询培训等行业，并因此而获利丰厚。好了，今天不少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一夜暴富，但是大部分都只是白日做梦、想象而已。毕竟成功还得靠自己，想要变有钱亦是通过努力工作才能实现的。但是有那么一种人，他们却是可以一夜暴富的，这从他们的手相就能看出来。那么一夜暴富的手纹路怎么看？什么掌纹预示命中暴富？小酱汁今天给酱友们介绍一下。1. 手掌中有直觉线。如果手掌中出现了直觉线，说明此人通常非常灵活，反应也很快，能够抓住很多机会，尤其在财富方面，得到意外之财的概率是非常高的。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好运不断，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困难的事情，并且善于精打细算，能够利用手中的财富获得更多的收益。手掌中有直觉线的人对于金钱的把控能力非常强，生活安逸富贵，不用为物质所困。不过这种手相的人有时候做事比较盲目冲动，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，在这方面要注意。2. 财帛宫肉厚实。一个人命中有没有偏财，通过财帛宫也可以看出来。如果财帛宫的肉比较厚实，说明必有横财入命。财帛宫厚实的人正财不是特别稳定，如果想要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人生价值的话，往往是比较困难的。但是在偏财方面，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，比如买彩票中奖，无意中继承到一笔远方的财富等等。
这些好运会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，一辈子无忧无虑，不用再被钱财的事情烦心。3. 不动产线。很多人不太了解不动产线，其实不动产线就是横跨于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。拥有这条线的人在财富方面的收获是非常充足的，尤其在不动产方面会有很多房产和商铺，不用努力就能过上富贵的生活。这种类型的人财运特别好，只要愿意付出努力就能够收获回报，一生当中财运不断，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都是轻松简单的事情。拥有不动产线的人自身魅力也很强大，有着很好的异性缘，在感情的道路上非常顺利，大多数人都会拥有一段幸福稳定的婚姻。4. 太阳丘出现新闻。如果在太阳丘部位出现新闻的话，说明机遇特别好，能够轻而易举地赚到丰厚的财富。这种类型的人通常具有艺术才华，创作能力也很强，并且善于掌握机会，能够抓住好的赚钱项目，生活状态是非常轻松的。另外，太阳丘有新闻的人自身命格很不错，健康情况也很理想，大多数人都能够健康长寿，是非常好的手相。5. 财库稳。手上有财库稳也是非常好的手相，拥有财库稳的人通常财富掌控能力特别强，善于积累财富，赚钱之路非常轻松。这种类型的人人际关系也很不错，在生活当中有着很好的人脉，许多人都喜欢与他们结交，尤其在得到赚钱机会的时候，首先就会想到他们。正因为朋友会自己提供很多帮助，所以在金钱方面的收获是非常轻松的。另外，拥有财库稳的人偏财运势特别好，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一些意外的财富，甚至还会因为这笔财富而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。如果你手上有这5种偏财旺的纹路，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容易过上富足的生活。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偏财旺的人能大富大贵，一般情况下手上有这12种手相特征的人，也能够靠自身的努力过上富足的生活。1. 中指长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指中指比较长，说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帆风顺，将来会走上大富大贵的道路。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自身能力很出众，做事有耐心，在许多方面都能够取得理想的发展。2. 手指没有缝隙。如果一个人手指并拢没有缝隙的话，说明可以留住财富。这种类型的人金钱收入是非常多的，并且有着很强的聚财能力，不会出现破财或者财富流失的情况。另外，手指没有缝隙的人在金钱方面很善于投资，获得的收益非常理想，能够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。3. 断掌。在很多人看来，断掌是不好的手相，其实从财运角度来看，断掌的人通常财运是非常好的，赚钱能力强，命中有福禄，不仅事业有成，在金钱方面也有非常好的收获。断掌之人大多做事有耐心，对于自己选择的事情能够坚持到最后，所以积累财富的能力也很强。4. 手掌红润有肉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红润有肉，说明健康情况比较稳定。通过这种手相可以判断出此人的财运也非常好，将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。手掌厚实有肉的人善于精打细算，在消费方面很节制，懂得开源节流的道理，所以大部分人在金钱方面收获都是非常好的。5. 财富线很长。如果一个人的财富线很长，代表着命中有很多的财富，财运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好，尤其在晚年时期，财运亨通，生活富贵吉祥。6. 事业线很长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人的事业很长的话，说明在事业上取得的发展是非常不错的，而通过事业的发展也能够收获不菲的财富，生活顺风顺水，充满幸福。7. 财库。如果手中的掌纹相互交错，形成一个大大的正方形，这个正方形就是财库。财库象征着此人的财富聚集能力，一生当中财运不断走高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会得到巨大的财富，并且这样手相的人守财能力很强，能够很好的守护住手中的财富。8. 太阳丘丰满。太阳丘位于无名指的根部，如果太阳丘的部位丰满的话，说明此人的赚钱能力很强，有着很好的投资眼光，基本上做出的选择都能够得到收益，不会存在散财的风险。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是很聪明的，善于把握机遇，并且很懂得理财，具有很高的风险意识。
在年轻时期就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财富。9. 火星丘红润。火星丘位于食指下边，接近大拇指的位置，这个地方是火星丘。如果火星丘比较红的话，说明此人的财富运势是非常好的，很适合做生意，能够将生意做得风风火火，赚取很高的利润。这样手相的人对于很有眼光和格局，富有创新精神。10. 有3约纹。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，说明财富状态是非常可观的。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根基丰厚，能够从家里得到很多的产业与金钱，自己不用怎么努力就能够得到理想的生活。不过他们本身也很善于理财，能够将手中的财富变得更加丰厚，一生不缺金钱。11. 凤眼清晰。大拇指第2处的纹路被称为凤眼，凤眼明显的人有着很好的财运，擅长理财和投资，有着很好的眼光，无论做出什么选择，基本上都能得到很好的收益。凤眼明显的人偏财运势也是很不错的，经常会得到意外的财富，比如家里拆迁获得巨额赔款等。12. 手指有弹性。手指有弹性的人很善于持家理财，在所有开销方面都会精打细算，依靠这样的好品质实现发财致富。这样手相的人绝对有眼光和格局，虽然精打细算，但绝对不抠搜，在该花费的地方毫不犹豫。手相只是相学的一部分，相学只是算命的一部分，算命只是人生学问的一部分。所以即使是遇到了什么不如意，也不要随随便便气馁，不能因为一粒芝麻掉落而忘记了手中紧握的西瓜。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因为小小的不如意，忽视了大大的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